就是我们曾经苏杰老师提过，日本有3架摩托。本来说呢，我们可能就要进入最后一架大家都很喜欢的坂本龙一。但是呢，在讲之前，可能我们要插播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位三宅一生。日本时尚设计3驾马车打头的就是三宅一生，他对各个领域的影响都比较根源性。他怎么走上艺术之路的呢？这个时候要提到一个艺术家叫野口勇。广岛核爆之后，野口勇在广岛设计了一个和平大桥。他呢每天上学会路过那个桥，这个桥的艺术性也打动他，所以他觉得我要去学习艺术。后来他就上了多摩美术大学，伊东丰雄设计了多摩美术大学的图书馆，混凝土的建筑，很多拱。正常大家理解混凝土，像安藤忠雄那种混凝土，它是需要厚度的嘛，需要体量去支撑它的结构嘛。为什么伊东丰雄可以做出这么轻盈的混凝土建筑？大家原来都是混凝土里面穿钢筋，然后把它浇筑，它是用钢结构先把这框架做出来，然后混凝土是装在这个钢结构上面，等于说混凝土它的结构作用并没有很强，它更多的是装饰作用，所以它做出的混凝土建筑特别轻薄。三宅一生开始学的是建筑，再后来他学了平面设计，然后绕了一圈，他弄明白他是要去学时尚设计。他一开始去法国给纪梵希工作，他后来去美国，他在美国又跟了一个很有名的时尚设计师。这个人给他的影响比较重的是，美国都是实用主义，很在乎说这个东西怎么商业化，怎么有效率的把它卖出去。所以那个时候三宅一生得到一个重大感悟，就是衣服是要用来穿的，要用来卖的。最早先他是从日本传统的技艺里面抽离了一个手法叫四子，就在衣服上绣上功能性的花纹，他用这个为主题设计了一些很多西式的衣服。在日本大家觉得很习以为常，但是在美国那时候有一个大商场，在商场里面给你一个专区展示他的衣服，东边不亮西边亮。再往下他就去巴黎了，开他的 boutique， 就是他的小店。这个时候比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真的早了5年。三驾马车里面他是最靠前开路的。褶皱怎么来的？最早先他是给一个芭蕾舞团去设计演出服，他们要求这个衣服要容易跳跃啊，做各种舞蹈动作。他就试着给衣服打褶，打了褶以后，其实你的延展性就多了容量了，它能带来更多的自由。他在研究说怎么样去能够让这个褶能够长时间存在，他就把纸跟化纤面料放在一起，用机器折完。他这个一件衣服把褶展开大概是正常衣服的3倍大。其实剪裁逻辑和对衣服的理解那个时候东西方差异很大，他其实更多的是把一个立体的东西平面化，因为他这打褶的衣服都是平面，但是你的躯体把这个褶给撑起来了，打乱了它原来这个平面。西方理解就衣服应该贴合身体，贴合你的曲线，但东方呢就是平面跟立体的碰撞，你立体的东西是会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冒出来，平面的东西又在和谐的环境里面被打破，它是一种立体的透明感。这种东西是在时尚表达里面在那个时候是很颠覆性的。西方人他们可能最早在做衣服的时候用了一种很科学的思维，东方设计呢充满了一种哲学上的一种思考。他们那个时代最愿意做的事情是做解构，把一些元素拆了再重新拼合起来。我们建筑领域也在做这个事情。扎哈蒂虽然他是最终进入了一个参数化设计领域，但他最早先也是解构。上次不是讲扎哈是穿山本耀司，其实扎哈还穿另外一个人，就是三宅一生。只要是跟曲线有关的建筑就必然要用到褶皱，我们没有褶，可能这个建筑拐弯就挺难拐的。如果你不用褶来拐，你就得用三角形来拐。就比如说广州大剧院，它那个外立面的建造是很复杂，它是有很多曲面来组成的。最小的面的单位就是3个点组成，2个点连成一个线，3个点就能确定一个平面。那这个三角形其实它能构成所有你想构成的曲线。三宅一生最厉害的就把很根源的东西抽出来做它的产品。包包这个系列连续的三角形，它就能够在平面跟立体之间游移。这个三角形你把它压平了，它就是一个平面，但你放入东西，它们之间就产生一些连接关系，它就会把这个内容物给凸显出来，它就变成立体。盖里也是玩褶皱的大师啊。 LV 有一个零售，它就是一个像面料一样垂下来盖在这个门头上。还有 LV 的基金会，你能感觉到那个立体的张力啊，包括那个褶皱的感觉。Frank Gehry 大家研究他是怎么做设计，他就拿个纸揉个团一扔，然后就让他下面所有团队去做设
设计。讲一个小众的褶皱，叫平田晃久，他以前是跟伊东丰雄做设计的，他是做了一个叫 Trees， 他做的像一个树一样，很多很多方块，他就提到树皮的褶皱，他越往下的接地的地方开的洞就越少，越往上你这个城市肌理对建筑的影响就越会少，对抗自由度就大，你的褶皱就张开了。自然之间的褶皱的相互关系让我理解到力的平衡，和谐之美有的时候是充满力量的。你看到这个树长在那个地方，它是很静止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根它花了多少力气把这个土壤给推开？原来和谐其实是靠力量对抗形成的。山宅一生衣服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抗，就是曲线跟平面的对抗，对抗完了以后形成这种若隐若现的雕塑般的透明感，是不是你就能感觉到这种力量抗衡的和谐？之前在聊山本耀司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过三宅一生相较来说你会更敬佩他，更加这个点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另外两位更多的是考虑的自我表达，但是山宅一生我觉得他考虑的是人类。山宅一生的哲学是更根源性的，他后来有一个精神内核，一共就4个数，1、3、2空格5，一就是一块布 a poke， 2是折叠2字就讲这个褶皱，3就是三维 2D to 3D， 空格代表空间，这空格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去了，然后5就代表未来，包括他自己做的基金会的博物馆2121美术馆，因为刚刚讲到5是未来，在西方测视力你最好的视力叫2020，2121就是比最好的视力再多一个，2121其实是面向未来的视野，所以他其实成立这个基金会更多的是想要鼓励更多的设计创作者、艺术家或者是创意行业的人。21他厉害在哪里呢？安藤忠雄混凝土诗人给时尚大师做的一个基金会，安藤忠雄根据三宅一生一块布的理念，他做了一块屋顶，他用了82片16毫米的铁板熔接在一起，没有缝，它就完全是一片非常大的金属屋顶。安藤忠雄那时候放了一片全日本最长的玻璃，那条窗户从头到尾做到了11米多，没有缝。现在可能容易些了，第5大道开始做苹果店的时候，大家开始研究怎么把玻璃做得更大。三宅一生呢，他有一个所谓的首创啊，就是他是最早开始跟艺术家去做合作的。他的衣服设计出来，后来就被定义为它是一个艺术了，因为它改变了人观察衣服的视角，然后被各种博物馆请去做展览啊。慢慢的，他就开始跟艺术家合作，他合作的挺多的，比如说草间弥生、荒木经惟跟他也合作过。中国的大家熟悉的蔡国强，就是他把100多件三宅一生的衣服放在地上排成一个龙的形状，放上火药去炸过的火药的痕迹就留在这个衣服上，特别漂亮。蔡国强就能用火药来表达虚幻和梦境，你用笔来画的东西都是可控的，但是火药你只能控制一部分，它炸完是什么样你是完全不知道。他用一个自己都控制不了的东西去解释一个他想解释的东西，让自然或者让物理让化学来把那个空缺的地方填上，那就很酷了。三宅一生其实它的这个品牌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它的这个香水，它的香水瓶的设计也非常有特点。一生之水最早先的那个香水瓶是一个锥形的，上头有一个小圆球，这个灵感来自于有一天山宅一生看到月亮升到埃菲尔铁塔上面，来把埃菲尔铁塔那个锥的比例收下来，然后放一个小圆球在上面。这个东西是那个时候山宅一生所有产品线上最赚钱的东西。日本的时尚界其实以这3驾马车为一个顶梁柱嘛，到现在为止几十年过去了，似乎再没有另外一驾马车出来。难道说年轻的这些设计师里面就已经没有任何人能超越这些前辈了吗？信息封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好的 idea 掌握在很少的人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最棒的作品，最好的 idea 可以1秒钟到你眼前，所以这种东西会带来一个文化的爆炸。你可以相信所有现在从业的时尚设计师，他有很好的东西，但这些好的东西它的曝光频率跟速度比以前至少快了1000倍。我们每个人都被这种非常棒的 idea 每天轰炸，大家采集信息跟资源的方式被互联网改变，所以那种万人瞩目的星星冉冉升起的时代过去了。再一个呢，整个世界都进入甜蜜的一个时代，都不会因为物质的过度缺乏感觉到那种生死存亡的状态。但是你要回到战后的这一代艺术家，人家是能玩命的，把你的极限压到那个程度，
他们并没有退路，所以他们不退这个状态，对专业这种激进又多很，而且还有很多素材，特别是艺术啊，因为社会有苦痛啊，有矛盾啊，大家去演绎、解读或者是传播都有大量的素材，现在没了呀。现在整个世界大部分是和谐的呀。乔布斯还没厉害的时候，索尼是最厉害的，他的设计、他的科技都走在前面。乔布斯等于说也是个迷弟啊，跑到索尼去，跑去看工人啊，穿着统一的衣服，没有领的，袖子是可以拆的。这个衣服是山宅医生给索尼生产线上的工人设计的，山宅医生也给他苹果公司设计了一展示，下面就虚什么破玩意儿，但特别失败呢，这俩人不就认识了吗？乔布斯就关注到山宅医生穿的这个高领毛衣，觉得挺好。你看这个商人为什么这么厉害？他一下寄了100件给乔布斯，从那以后，乔布斯就没有再换过衣服了。创造性很强的人，他是有精神内核的，他能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或者自己是什么。